欢迎大家收看 IGA 2024获奖团队专访。今天我们欢迎来自福台游戏的安婷跟芷萱，欢迎。Hello， 我是简安婷，然后我是负责这款游戏的程式以及企划。我是周芷萱，然后我负责这款游戏的美术以及一些行政事务。那我想请你们介绍一下你们这款游戏《苔藓绿洲》。苔藓绿洲是一款3D 的横版冒险解谜游戏，我们的主角是苔藓，然后它一共会经过7个不同的场景，这7个场景都象征了一些人生的意义，像是它一开始在工厂里诞生，接着逃离工厂来到了草原，然后以及水沟、黄昏以及树林等等的一些关卡。它第一个场景是工厂，那我们这个场景主要想要讲的就是人在比较成长阶段，或者在受教育，或者是在体制内工作的时候，往往是需要去服从别人的一些处境。那所以我们这个场景就是整个气氛做的比较压抑，它是有点像一个商品，然后在工厂的流水管道上面，然后你会需要跟着告示牌去做相应的动作，你就好像是一个批量化生产的产品这样子。我一直想要做一个主题，就是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一个人跟人群在做互动的时候，他可能会有什么感受。我自己其实平常喜欢的游戏的类型就是比较偏这种艺术向的，像我自己很喜欢的一款是《风之旅人》。那其实我一开始大1、大2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个初步的构想，在做毕业制作的时候，我就把这一个原本这个构想再拿出来延伸。其实一开始还不是像现在这样子横向卷轴比较线性的游戏，后来是因为发想的过程中，然后玩到了 Inside 这个游戏，发现它就是很好的去融合了这个氛围，然后还有它要传达象征隐喻的部分，最后就决定就是致敬 Inside， 就是做类似它这种类型。所以当初这个苔藓的想法就是你们共同发想吗？其实主要是我想的，其实一开始我就已经有这个游戏的构想，然后才去找组员。我已经很确定自己想要做游戏，然后想要做什么内容。所以是当初就已经有想好做苔藓。一开始还不是苔藓，应该是说一开始那时候我去找他的时候，他就是一张一张的图片，然后就是一个类似苔藓样子的人形，然后一些很简单的图片，然后就和我讲大概他想要做什么样的。然后那时候我脑洞还一片空白，然后想说好，好像听起来蛮有趣的，但是又不知道实际做出来会变成什么样子。然后一开始只是想要做柔软的感觉，圆圆软软的角色。那当初有没有想过别的其他的东西来作为主角，像海绵、海星之类的？因为苔藓给人的感觉会比较阴暗潮湿，跟我们要讲的这个人生的这个主题比较符合，再加上苔藓跟微观的自然的场景就比较可以去融合。那因为你们现在还是在读的学生，对不对？那作为学生团队的话，你们在开发这个游戏的过程当中，有没有遇到什么样子的困难，或是有没有发生什么有趣啊、难忘的事情？开发的时候，就是我的这个系就是做动画比较多，所以我是唯一一组做游戏的组别，所以就有点孤立无援。大1就同班，只是一开始就都还蛮不熟的。从大1开始就有各种的专题，然后因为是多媒系，所以都是要各种合作的，所以你必须一定要找到组员来进行合作。但在这之前，我好像也都没有跟他合作过，感觉到大家好像都已经找完了。然后，但是我又不是很想要做动画，我想说安婷感觉一定就是要做游戏，不然我就去问问看他好了。我去问他的时候，然后他好像我也正想要来问你什么的，什么双向奔赴？其实我们游戏在制作到一半的时候有经历过，就是整个砍掉重来。那个时候是开发的游戏引擎版本的关系，就是我那个时候要实现一个效果，结果就发现我原本用的版本不能用，所以我们就只好就是整个换到新的版本上面去，然后结果很多东西都要重做这样子。还有蛮多动画跟美术模型相关的东西也都是一直不断的打掉重做。比如说我想要实现一个新的效果，然后就只能去网络上面自学。我一开始就 Google 之后就全部都是英文的教学，但我英文不太好，我就只能够可能用自动翻译或者是硬读。所以你们两个谁比较追求完美一点？细节怪有吗？两个人都是。应该是我会比较有一个标准吧。我们那时候这边研究各种4只脚的生物，然后他们到底是怎么转向的，然后他们到底是先动哪一只脚，一个一个慢慢放开看，然后这边看这动物是这样子，这动物是这样，到底是怎么转的？等一下，我很好奇，你们制作过程当中有没有吵过架？
好像还好。其实还好哎、有没有啊？真的哦，没有吵到说我不跟你做了，我找别人。是没有我们都还蛮和谐对啊，对啊，真假的？应该说我们两个都蛮会沟通的吧。那这一次对于获奖 IGA 最佳学生游戏，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想？就是有没有对你们带来什么帮助啊？就是真的还蛮意外得到，因为那时候就只是看到，然后就想说，既然有之前的东西，然后就丢出去看看，然后就没想到入围的时候，甚至才只有4组的样子，然后我就有点吓到，说哈，这样子竟然还有，然后还其他都还是其他国家的，然后就然后还一个一个点进去看他们的游戏，然后每个都超级完整，然后就最后我们的是一个半成品，然后就觉得应该没有希望了，然后结果最后就我记得是那时候我在吃饭，然后吃饭到一半，那封信跳出来，我直接吓到，然后马上传给指导老师。指导老师知道应该还蛮开心的。对，那安婷嘞，怎么样？知道你得奖的当下是什么反应？也是有点不敢相信，但是得奖之后就比较有信心。你们有因为要赶截止日期而可能有一些部分没有做到，先交上去再说。好像每一次都是这样的，就是从一开始的什么初审、复审、总审，然后就是感觉一直没有做完的那一天，然后包含之后投比赛好像也都是，就是目前有多少，然后就赶快，然后都会拖到整个交件截止前，然后还在那边硬要赶工。对于台选绿洲的未来，有没有什么愿景啊？有没有哪些计划，或者是有没有什么样的更新啊，或是扩展，我们可以去期待的？就是我们有增加了蛮多台选更多的机制，像是它可以融入或者是寄生到一些其他的生物上面，然后甚至它也会游泳了，整个玩法呈现得更多元，然后整个游戏也变得更丰富。哦，可以游泳哦。对，它现在可以游泳。那会不会变超大、超巨大台选的？不会，它就在那边飘。哦，飘起来这样。对，我们就是把这整个游戏弄得更完整，然后把那个流程拉长。就是我们是希望它可以到4个小时。我们就是想要看，就是苔藓处在不同的环境底下，跟环境有什么有趣的互动。如果它在水里面的话，它就无限的游泳，然后它可以寄生到生物的尸体上面。如果苔藓把生物整个包裹起来，玩家就可以控制这个生物，然后就可以用这个生物的能力去过关、去解谜这样子。然后也新增了蛮多新的关卡，目前有场景也都会有做一些些微的调整，让整个氛围更加好看这样。目前 demo 的场景是比较偏 low party， 然后就比较大色块，但是我们之后会把填充一些美术的素材，就是让这个场景看起来会更像是自然环境，整个画面也会比较精致。那有没有预计我们这个游戏什么时候会上架？应该是2026的上半年。之后毕业了会不会往游戏开发作为人生道路？有这个想法吗？我应该会继续就是往游戏行业继续发展。那子轩呢？先看这一款游戏做完怎么样，看游戏的发展。对，如果不错的话，感觉也可以继续发展下去。你们互相有没有想要对对方说的一句话？现在立刻马上来，我们安婷开始。加油！就这样吗？身体还蛮重要的，你要好好的休息，你要好好的睡觉跟吃饭。要多喝水啊，跟苔藓一样。对对对，你也要喝水。感谢他陪我做游戏。不客气。那希望你们之后在游戏界继续发光发热，然后希望这一款游戏它非常的成功，好吗？今天非常谢谢芷瑄跟安婷接受我们的专访。那么之后我们还会有更多精彩影片陆续上架，请大家敬请期待哦。拜拜。拜拜。很开心可以就是被大家肯定拿到独立学生游戏的奖项，也谢谢那个台大多媒系，这是我们的大4的毕业制作团队，就可以第一次就这样子得奖，然后在这个场合上和大家一起交流，然后我们也会继续的开发下去，然后期待有更好的作品可以让大家玩家游玩这样。